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个金融分析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曼联的转会。英超的夏季转会窗已经结束了，我仔细的看了英超六强过去10年的转会历史，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今天跟大家以红魔曼联为切入点，一起分析分析。那么我看了曼联过去10年的转会总结出了3大定律。第一条叫做欧冠留任定律。曼联过去10年一共换了5个主教练，而决定主教练是否留任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有欧冠资格。第二条定律呢，叫做前4没钱定律。这个规律就是，只要在前一个赛季曼联没有进前4，那么它的转会预算到了夏天就会有整整1亿5千万欧元。而如果前一个赛季进了前4，那么到了夏天转会预算就只有5千万欧元，整整差了3倍。那么第3个定律叫做3倍见效定律。有朋友会问，那曼联在没有欧冠的时候投资了整整3倍的预算，有没有效果呢？答案是，只要过去10年里曼联投资了3倍预算，下赛季一定会进欧冠，无一例外。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表上面的是曼联前一个赛季的排名，用它来作为这一个赛季投资的基准下面呢就是曼联在这一个夏天年度转会的净支出，也就是买人的钱减去卖人的钱。比如说我们从2014年看，上面显示曼联前一个赛季排名是第7就是莫耶斯莫爵爷给我们带出来的第7名。下面就是显示由于上一个赛季排名第7，2014年的夏天，曼联投资转会市场的净支出是149百万欧这里是百万欧，所以就简单来说就是 1.49亿欧元。好，那我们一看，首先看第一个定律第一个定律叫做欧冠留任定律。熟悉英超的朋友就知道，排名前4以外就代表没有欧冠，那只要在线下面就代表下个赛季没有欧冠。大家可以看14年、16年、19年和22年，就是这4年前一个赛季排名前4以外没有欧冠，然后就换了主教练。那么有一个例外是2017年，前一个赛季排名第6，按理来说是没有欧冠的，那么穆里尼奥是应该被开除，但是因为穆帅呢在欧联拿到了冠军，通过欧联冠军获得了欧冠资格，所以一样留任了。可以看出来曼联主教练的留任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欧冠，有欧冠就可以留，没有欧冠就像范加尔那一年他拿了足总杯冠军一样是开除的。那么再来看第二定律，第二定律就叫做前4没钱定律所以同样的，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转会的净支出有高有低，过去10年它不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投资，不是一个非常平均的投资。高的时候呢大概是 1.5亿左右，低的时候呢大概是5千万欧左右。那么它是有一个内在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严格的根据曼联前一个赛季的表现来定的。如果说前一个赛季没有欧冠，也就是14年、16年、19年和22年，你就看到这个投资都是很高的，都是 1.5亿以上。唯一的例外呢就是17年，按理来说他有欧冠我通过欧联冠军拿到欧冠为什么投资还高呢？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前4是标准，他如果没有达到前4的话，曼联主教练、曼联管理层觉得不保险，我们还要加大投资。那如果一旦达到了前4，也就是15年、18年、20年和21年，一看我们的投资都变得比较少了，都是在5千万左右。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2021年以后，这个趋势好像逐渐被打破了。我们一年一年来看21年那一年，前一年是排第2，那按理来说应该只有5千万的预算，但是管理层居然给索帅直接砸了 1.1亿，那一年是买了桑乔、瓦拉内和 C 罗的那一年。然后接着到了22年呢，曼联没有欧冠，滕哈格入主，按理来说按照以前的惯例应该只有 1.5亿，但是曼联管理层居然给了滕哈格 2.2亿，加大了投资。然后到了23年，也就是今年夏天，前一年是排第3，是有欧冠的，按照以前的惯例应该只有5千万左右，结果不仅没给5千万，甚至还超过了21年那一次的1.1亿，给到了 1.5亿。1.5亿是换作以前只有在没有欧冠的时候才会给出的3倍投资，现在到了 1.5亿，加大了投资。那么为什么21年到23年曼联开始逐渐打破这个规律，加大投资呢？这个其实是跟其他英超6强的行为有关的，这一点我们在视频的后面会聊到。我们最后再来看第3定律，就是3倍见效定律。虽然曼联管理层早已是众矢之的，但有一件事情他们非常神奇，就是只要夏天是高转会费年，次年绝对会进欧冠，百发百中，箭无虚发。要知道，俱乐部一旦失去欧冠资格，就会有财政的压力，对一线球员的吸引力也会下降，无法在短期内回归的话，就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比如阿森纳就在2022年之前连续7年没有欧冠，
利物浦也在克洛普到来之前连续4年没有欧冠。曼联能做到3倍见效，直接说明欧冠资格是管理层的底线。第一、第二定律都是为了欧冠资格服务的，不容有失。那么为什么曼联管理层对欧冠资格这么看重呢？欧冠资格到底值多少钱？下次我们会专门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3个定律，其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曼联丧失欧冠资格的时候，俱乐部就要砸大钱，确保我们尽快重夺欧冠席位。而曼联保住了欧冠资格之后呢，管理层就不愿意继续投资，直接把转会费砍到了1/3。这种见好就收的投资策略给主教练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每个教练仿佛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就是一旦球队有了好的势头，管理层就在转会费上面釜底抽薪，于是球队表现就出现了波动，丢失了欧冠资格，然后按照第一定律，主教练就要背锅下课，来了一个新教练，加大投资，重新回到了欧冠阵营，然后我们再釜底抽薪，撤掉了投资的支持。于是很多的曼联球迷在过去的10年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无尽的循环之中。在见证了曼联3大定律之后，有些朋友就会讲了，曼联现在的表现，格雷泽家族难辞其咎。管理层要是能够持续不断的给曼联支持，有欧冠没欧冠都给够很多钱，尤其是在有了欧冠之后，持续的给主教练更多的支持，那曼联就不会像现在这般田地。这种说法呢，有一个潜在条件，那就是曼联这一种见好就收的投资策略，是使得曼联的转会支出显著的落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然后把曼联的整个表现拉个后腿的。但是这种说法靠得住吗？也就是说，格雷泽真的是没给够钱吗？我们比较一下过去10年英超6强的转会支出总和。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图，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过去10年曼联的总支出居然是英超6强第1。这里呢，我们是把过去10年的总支出加起来，14年到23年，然后单位还是100万欧，所以曼联是一共花了12亿欧元，比曼城和切尔西多了整整20%。曼城和切尔西是各自只有10亿欧元，平均1年下来的话，曼联就是1.2亿，而曼城和切尔西呢是1亿。然后第2梯队呢还有阿森纳，曼城、切尔西和阿森纳都是平均1年1亿左右。第3梯队呢就是热刺和利物浦，平均1年大概5000万欧左右。注意这里谈到的是净支出，也就是说当球队卖人的话是会减少这个净支出的计算的，所以像热刺卖凯恩利物浦卖库蒂尼奥这样的操作都会减少他们的净支出量。那么具体6家俱乐部的买人和卖人的比较，我们会在未来的影片详细的讲解，其中的细节很有意思。在做这个比较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些我本人在没做这个分析之前的固有看法。我一直以为过去10年，切尔西和曼城花的钱肯定是比曼联多的，想不到曼联平均1年比他们俩要多花20%。我也一直以为阿森纳、热刺和利物浦都花的很少，但是呢是没想到阿森纳都已经快要赶上曼城和切尔西的总支出了，然后2是没想到利物浦的总支出居然是曼联的不到一半。就看看利物浦他能花曼联1半的钱，但是过去10年有联赛冠军，有欧冠，而平均下来每1年利物浦只能花5000万，曼联花了1.2亿。那这绝对咱们不能怪格雷泽钱没给够吧？10年下来，曼联钱花的是6强最多的，但是舰队却是这么一个结果。曼联从球探团队、转会团队到教练组都难辞其咎。同时呢，我还注意到了一个趋势，简单来讲就是我把这10年分为前5年和后5年，每个球队的策略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曼联也许可以暂时靠着雄厚的财政实力花2块钱办1块钱的事儿，但是那样的好日子很可能就要到头了。在这过去的10年的时间里，有一些球队已经开始转型，而有一些球队正在增加投入。我们一项一项来看。首先看这是前5年，跟刚才一样的图，只不过我只算了前5年的总转会净支出，这是14年到19年。这个图跟刚才那个图很不一样而且也更符合我过去的一些固有印象，就是曼城花的钱是最多的，一枝独秀，6.4亿，一共5年花了6.4亿。曼联花的第2多，5.5亿。热刺、利物浦和阿森纳都没花什么钱，尤其是热刺，很符合我们这种印象里热刺这种紧缩钱根特别吝啬的这个形象，他甚至都没怎么花钱，转会净支出基本为0。然后利物浦和阿森纳呢，各自只花了大概2到3亿的样子。切尔西比较特殊，我们的印象切尔西应该是花了很多钱的，但这里显示他前5年只花了2亿，花的还没有阿森纳多。这里是有2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14到19年间，切尔西做了几笔高价卖人顶点套现的行为，比如说1亿块钱把阿扎尔卖给了皇马，还有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6000万把奥斯卡卖给了中超，有效的补偿了支出。会卖人一向是切尔西的特点，这一点过去10年都一直存在。切尔西卖人的事
野很广，它不限制在5大联赛。最早年是最早开始薅中超羊毛的，现在今年夏天刚刚开始有沙特成了冤大头，切尔西又利用沙特处理了很多板凳球员，所以说切尔西团队真的是很厉害。那么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切尔西在19年的时候受到了转会管制，夏窗和冬窗都不能转会。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就是兰帕德走马上任，大量的启用了很多青训，其中包括芒特，现在芒特也加入了曼联。这一年由于不能花钱呢，所以就在我加这5年转会的时候，就显得切尔西的支出少了一点。在后面切尔西就变本加厉的把这些钱又都给花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再看第二个5年啊，第二个5年就是2019到23年，我们进行一个对比，蓝色的是前5年，红色的是后5年。我们首先发现曼联的支出变多了啊，前5年是5.5亿，5年一共5.5亿，后5年呢已经接近7亿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再看看其他5强，我们有很多趋势的变化。我有2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第一个坏消息呢，就是阿森纳、热刺、切尔西的伦敦3强加大了投入，他们的支出大幅的上升，有一些已经快要赶超，甚至已经赶超曼联了。比如说切尔西支出翻了3倍，阿森纳支出翻了接近2倍，热刺从前5年的边缘人，现在彻底的加入了军备竞赛。这些球迷朋友都有印象啊。切尔西呢是有新老板，这2年是买了很多人，而阿森纳呢也是这2年在转会市场上大手笔的支持塔帅。热刺呢虽然不声不响，这个夏窗居然投入了2亿5，减掉了麦凯恩的钱呢，投入也净支出也到了1亿2，这是跟曼联基本上一个水平的支出啊。这3个球队的支出都已经赶上曼联了。第二个坏消息呢，就是我们别看曼城的支出变少了呀，它从6亿多变成了3.6亿，但其实不是曼城花钱变少，而是曼城也学会像切尔西一样卖人了。而且跟切尔西一样，曼城卖人也是2手抓，他一边投资青训，卖青训小将，比如说今年夏天4700万把 Palmer 卖给切尔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边呢，也能够把边缘化的主力球员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去，这2点都是曼联拍马都赶不上的。具体曼城和曼联在买卖球员上的天壤之别啊，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再跟大家细说。这里面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红军利物浦10年如一日，无论是前5年还是后5年，转会净投入都是一如既往，是6强唯一一个没有在近5年加大投资的队伍。虽然利物浦有着优秀的团队，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超现在就是军备竞赛，前5年利物浦花2亿，是和阿森纳、热刺、切尔西同一个区间的，还能够竞争。现在利物浦还是花2亿，但是别人都花5、6亿，按照另外4强的投资强度，利物浦如果不能及时跟上的话，很可能会在下一个5年被拉开差距。总结一下啊，阿森纳、热刺呢，因为早年间建球场投资受限，如今呢是大幅度加大力度，已经和曼联的投资平起平坐了。而曼城、切尔西呢，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买人不含糊，卖人呢还能赚钱。只有曼联足球团队裹足不前，最大的金融优势握在手里，却有被各队渐渐超越的趋势。过去的10年一直是花2块钱办1块钱的事情，现在呢可能你花2块钱，别人也花2块钱了，那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那么曼联的转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花大钱办小事儿？曼联和其他的强队相比，到底是买人的问题还是卖人的问题呢？今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聊。